想不到啊，春节档里黯然离场的他，终于回来了。我们一起摇太阳开始全国大面积点映，还没来得及看的，终于可以有机会再来一次。开分 7.9， 可影院排片只有 3% 左右，票房逐渐走低。后来撤出春节档，选择在3月30日重新上映。倒不是怪排片的人不识货，而是因为很多观众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总会下意识的在心里拒绝一次。我们一起摇太阳，他在谈论生死。试着想一想，大过年的，一家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喜气洋洋，谁会选择去看被一部谈论生死、讲述重症的电影呢？就像有网友给予差评的理由，只是一个词：晦气。静下心来想一想，真是这样吗？它并不是在触犯中国人对于春节的仪式感，相反，相比于表面上的欢天喜地，我们从这部影片里反而更能窥见自己被避讳遮盖的底色。表面上来看，摇太阳的确是与节日气氛截然相反且略显沉重的故事，这一点想必大家也早就在铺天盖地的宣发里看到了。重度尿毒症的林敏想通过在病友群里征婚的方式完成一场特别的生命接力，听上去这就不是什么好意头。也难怪，无论是前期排片还是观众的热情都不是很高。但如果你就此判断影片说的是苦难与苦痛，那也的确误解了这部电影，因为这段情节其实不过是前5分钟的内容，而在随后的故事里，他遇到了这场生命接力里的种子选手男孩旅途，从此他迎来了不可思议的爱情。所以这又是个爱情的故事，不全然是。相对比于用爱情来形容，小编认为这更是一种奇迹。旅途对他说，你在病友群里征婚，且在发送完征婚消息后又马上撤回的情况下，还能被他看到，那这就是1/1的概率，这是一种奇迹。而我们一起摇太阳改编的纪实报道里，故事结尾男孩女孩的病在婚后都逐渐好了起来，甚至女孩都可以不用换肾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奇迹吗？但可惜，因为这种奇迹和死亡这个词相关，很多人还是会望而却步，这样的结果似乎有迹可循。在传统的文化中，我们谈及死亡时总会产生一种犹疑的心态，鲜少谈论，甚至避之不及，敬而远之。也正是因此，国产片才很少会拍死亡的话题，以至于这个词如果不处于煽情的框架下，几乎已经变成了不可说。我们可以接受战争片里那飞射的子弹与血液飞溅，我们可以接受黑帮片里的短刀相接，血浆越浓越好。为什么碰到摇太阳这样的电影却嚷嚷着不吉利？这不禁让小编想起了在摇太阳里的一个情节，林敏租住的老旧民房即将要被房主卖掉了，看房的客人直言不讳地问林敏，怎么这里有这么多药啊？不会风水不好吧？第2次林敏被要求在看房客人来之前把药收好，不然显得房子很晦气，影响买家心情。没想到电影里的片段居然照进现实。小编在看完这部电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排斥这样的题材？思前想后，说到底其实是怕。正如我们从小被教导，大年初一不说死字，电视屏幕上也是一派歌舞升平。我们相信着春节是一年新的开始，只要开了个好头，一整年都会如此。可是真的能如此吗？小编相信这几年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有亲友去世的经历，尤其是今年返乡的朋友们会对此更有感触。上坟祭祖，或者望着桌上那个本该有碗筷，如今却空荡荡的座位，或许你会出神，定会想到那个已经离开却无法见到最后一面的亲人。死亡是一个生命机制，是自然法则，生死也是人类的终极命题，可我们总惧怕谈论它，甚至人类为了逃避死亡，就有了宗教，创造了在生之后另一个世界存在，那有天堂，有无边极乐。也正是如此，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韩延会一直和死亡这个话题死磕，不但导演了生命3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还监制了丧葬行业题材的人生大事。
有人戏称其为绝症专业户。其实导演给过自己的回答，拍摄这些故事的最初原动力，是因为自己内在对这些事物都有所恐惧。仔细想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对待恐惧的最好的处理方式，不是避讳它，而是直面它。比如在小红花里，韦一航为了赚钱治病，不惜用自己重病的身体试药。他心疼父母因为3毛、2毛而跟人讲价，也心疼奶奶因为他这个无底洞而卖房给他治病。或是在姚太阳里，林敏望着病友因为贪嘴多吃了一口香蕉而病情恶化，死亡的威胁就在他的刻度中，稍有不慎，自己也可能就此 game over。 他们的活着都不容易，甚至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是需要比死亡拥有更大勇气。可就是因为知道生命无常，死亡仿佛就在不远的地方时，反而才察觉出了时间在他们身上更为特殊的意义。在姚太阳里，韩延也提出了他在3部曲里一直在问的生死的问题。如果已知自己未来的剧本内容，那你还会选择翻开它吗？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在电影里，旅途的回答是：这几天我想通了一件事，上天又给了我4年时间，还认识了你，还结了婚，我已经中奖了。为什么是中奖？在普通人看来，未来时日无限延长，哪里有奖励一说？活着就是日复一日。但像旅途、林敏的生命时刻都在倒计时里，他们知道死亡离自己不远，所以每活一天就是又与死神搏杀胜利的一天。可以这么说，导演在刻画着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角色们，并非要观众在他们身上产生怜悯与同情，而是想让这些角色们回答我们心中最深刻的对死亡的恐惧。这才是他最初也是最终的目的。活下去，有尊严的活下去。对于国产电影敢于说死的作品实在不多，这个不讨好观众的词语，我们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聊这个字眼？可要小编要说，谈论死亡本就是为了思考该怎样活着。在韩延的这些大丧片里，都有着一个对生活有着无限憧憬与幻想的乐天派。肿瘤君里的熊顿说自己没心没肺，他有着对罗曼蒂克故事的上百种幻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都不忘让朋友把他低领红色连衣裙带来。小红花里，马小远是个最爱天马行空、充满幻想的女孩，她能将生活里毫不起眼的地方想象成各种景点，带着韦一航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环游世界。姚太阳的旅途对外星人的故事深信不疑，还用易拉罐搭建了一个信号发射器。在旅途的世界里，要是被外星人带走了，回来地球之后病也就好了。这样的角色在电影里出现，也正好回答观众对韩延的另一个质疑。这些人看上去活得比我还健康，还哪里有一点病人的样子？并非病容在乐天派群体里就自然免疫，苍白的脸色，因为要少喝水而干燥的嘴唇，或是顾不上洗的头发，甚至在姚太阳里对病症的刻画真实程度更甚。但他们真的没有怕过死吗？并不。再怎么乐观的熊顿，也会在无助时对妈妈袒露心声。我知道对你们来说挺难的，我也挺难的。马小远在手术的前一晚上也会害怕。我听说死的时候会看到很明亮、很温暖的东西。旅途更是想过要放弃治疗，因为治疗在 ICU 的20几天里太可怕，也太难熬了。在重病面前，他们也都胆怯过，也都懦弱过，但他们也曾热烈、大胆地活过。在姚太阳的创作中，韩延毙掉了第1版的剧本，他不希望整个故事写得太苦情，也不希望在拍完片子后，大家对于患病的群体有一种怜悯或是同情。在他的故事里的角色不仅想要活下去时，还要活得有尊严。